朋友们，在生活中呢，我们经常会被发生的负面情绪侵扰，又或是无法度过一个人的时光，总是想要去抓取些什么，寻找一些事来做，以填充自己的心。或者还有人说，为什么我修行很多年了，依旧还是被烦恼困惑，感觉没有什么长进。其实类似种种呢，都是问题。而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增强你的定力和智慧。只要你的定力和智慧足够，那么就绝对有能力解脱一切身心烦恼。至于从实修的角度来增强定力和智慧呢，最简单的就是从静坐中的定和觉做起，然后再练习走路，练习吃饭，练习如何与人交流，再练习如何处理事物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但却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的一切。如果你有足够的毅力去做出改变，那么整个身心也将发生本质的变化。所以我们就先从静坐讲起。单单静坐这一门功夫，你要是能掌握到要领，几乎就可以化解所有惯性烦恼障碍。静坐的基础呢是定，定即是万缘放下，什么也不想，类似于关闭掉大脑能思考的功能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定也是一种彻底的休息。楞严经有句话叫做歇即菩提。当我们一颗不安分的心想要明白什么，想要抓住什么，想要实现什么，想要解决什么，乃至想要变得安静，类似种种这样的心，如果能停歇下来，便是一种大休息，便是定。所以实现静坐中的定，前提便是万缘放下。无论是记忆、情感、向往，以及生活中的事情，甚至心中相信的智慧和方向，全部都要放下，心中一丝也不留。这听起来有些困难，但却是有方法可以实现的。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所缘，简单的说，就是要把全部的专注力集中在一处，然后屏蔽掉其他所有的身心现象，一切念头。具体操作起来呢，就是先选择舒适的姿势坐下，在脊柱保持正直的前提下，身体以放松为主。然后我们要找到一种所缘，也就是可以将全部专注力投入的地方。比如我们可以将全部专注力投入到呼吸的感受上，去感受气息出入呼吸道的触感，或者将专注力放在腹部随着呼吸轻微起伏的感受上。这些都是我经常提到的所缘。当然，虽然没有固定的所缘，但有一个前提是呼吸不要紧张，放松的呼吸始终贯穿着静坐的整个过程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要将全部专注力放在呼吸和身体某个部位接触的感受上，然后牢牢锁定住这个所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依旧会出现各种念头，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念头，它一旦出现，就立刻将专注力拉回到所缘上，不要害怕失败。有时你可能会被念头拉着跑了很久才会反应过来，但一旦反应过来，无需多虑，更无需担忧自己丢失了所缘。要做的只是立即回到所缘。这样的练习刚开始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决心，决心一切都不去住，只住在所缘上，一切身心念头通通放下。只要专注力足够，决心足够，你便可以屏蔽掉一切念头和惯性的烦恼迷惑。另一方面，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。我们刚开始会不断地被念头带走，然后又不断地回来。如果专注力足够，你会发现安住在所缘上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也就是定力越来越强。经过反复练习，有时你回过头来会发现，自己已经长达数十秒或是1分钟没有了念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。一般人在清醒的时刻，
他的念头会不自觉地生灭，自己会完全成为念头和情绪本身，谈不上任何的解脱与清净。念头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，情绪非常重要，然后又会产生另一个更重要的念头来跟随之前的念头，或是产生另一个更重要的念头来强化或平复自己不良的情绪感受。而这样的过程往往是离智慧越来越远的，往往离本来的定静与解脱越来越远。所谓静能生慧，静才是智慧的源泉。另外一些有一定实修基础的人，在练习定的过程中，有时会不自觉地被思想中的智慧和观点等等带走了。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了，自己是在练习定，是有固定所缘的，所以要做到佛来斩佛，魔来斩魔。普通人也是一样，不要再去回想你生活中的事，感情上的事，一切专注只在那一个所缘。这样的静坐并不需要持续多长时间，10几20分钟都可以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要确保需要处理的事已经提前处理好了。这段时间里，其他什么也不要去想，什么也不要去做，只是练习定在所缘。这个过程呢，你刚开始可能是无法忍受的，所以刚开始要以毅力和决心为主，找到一些感觉后，就以放松为主。但总体的方法是不改变的。如果方法得当，你就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身心脱落了一般，又好像进入到了一种非常祥和清净的境界，身心将得到极大的放松，精力会得到极大的回复，所有烦恼障碍也会一扫而空。在那一刻，你就会明白，之前认为的烦恼只是之前自己把自己障碍了，现在它们不值一提，也并不存在。所以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修行又精进了，不会再说自己修习了多年，还在和惯性的烦恼纠缠。在这样的身心解脱中，你也会明白包容和爱，因为你看到了自己曾经无法自控的身心，所以也会体谅他人无法自拔的情绪烦恼。总之，这些都发生在万念放下、专注所缘之中，这便是一种禅定。不过在生活中，有时可能仍然会被拉回常态，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在生活中去练习禅定，去练习如何有定力、有觉知地走路、吃饭，乃至与人交谈、处理事务。所以我们不光需要定，起初的定只是练习觉的基础，因此我们还需要练习静坐中的觉。只有我们在静坐这种干扰相对较少的方便环境中熟悉了觉，再进一步，我们才可以充满觉知地走路、吃饭、生活，从而实现行住坐卧皆禅定，让内心时时刻刻回到本来的光明、寂静、喜悦。在静坐中修觉呢，我们需要首先清楚觉的概念。觉即是觉知，我们眼能见，耳能听，心对念头的知晓等等，对一切内外现象的知道和看见都属于觉知。还有个词呢，叫做觉性，就是说觉知为什么会产生，是有一种根源，有一种更本质的属性贯穿于觉知，并产生了觉知。这个觉性便是佛家所谓的本心、自性，也即是人人相同的本来面目，无挂无碍，寂静中充满着光明、喜悦。也就是说，证悟到觉性的人呢，他的生命状态大部分会处于寂静、光明、喜悦这三个存在的基本面相之中。那如何体悟到觉性呢？只能从觉知做起。楞严经中将觉性比喻为第一月，也就是天上那个唯一真实的月亮，同时又将觉知比喻为第二月，就好像你用手揉了揉眼睛，然后看到的月亮的重影，也就是这个虚幻产生了第二个月亮。第二月并非是终究的真相，
但它的样子与第一月无差无别，就好像人心的觉知能够瞬间知道此刻的念头与一切身心感受，哪怕自己处于迷惑和烦恼中，也是瞬间知道自己处于迷惑的。这种本自清晰之感，便是觉性的光明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第二月也并非单指觉知本身。如果说觉性产生了觉知，它在产生觉知的同时，也产生了被觉知的现象，也就是说，觉知与被觉知的现象同为一体，觉知与被觉知之间并不存在独立的关系。这就是那句观察者即是被观察之物本身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自心的觉知与被觉知到的自己的眼见、耳听、心想等等，其实是一体的。如何理解觉与被觉同为一体？这就好像觉知超不出念头情绪的有和无两种现象，耳朵能听见四方，也超不出寂静和有声两种现象。简单的说，有觉知必然有被觉知的现象和感受，哪怕眼睛失明了，黑暗与觉知依旧同为一体，不存在独立的觉知，也不存在独立的现象。理解到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所以为什么说佛法即是一切法？这就是说，一切法都离不开能觉与所觉，世间一切好坏善恶都离不开人心的能觉与所觉二法。这二法同为第二月，同为觉性所生。然而再进一步来说，所觉依靠能觉才能成立，才能显现，但能觉又超不出所觉，而产生能觉与所觉的那个究竟真相的觉性，却又超不出自己所生的能觉和所觉。这也便是《楞严经》所谓的第二月与第一月一模一样的原因。佛家认为，真相就在我们时刻发生的点滴感受、点滴能觉与所觉之中。我们只需要把心里那些惯性的习气业力清除，自心本自圆满，一颗心时常喜悦、清净、光明，就是存在真相的体现。自心本自具足，自心就是觉性。唯一需要做的，只是去看破消除那些本不存在的虚幻业力、妄想障碍罢了。真相就在我们的点滴感受之中，因为我们任何的点滴感受都包含着能觉与所觉，能觉与所觉即是真相的体现，即是觉性的体现。理解到这一点，你也就会明白，为什么佛家说开悟之后，这世上没有哪里是不好的，处处皆是净土，烦恼即是菩提。这正是因为我们从点滴的能与所中，看到了那产生一切能与所的究竟真相，即是觉性，即是自性。我们从点滴之中回到觉性的瞬间，也即是能所双往的瞬间。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去往什么，只是从第二月中体悟到第一月时，那第二月自然就消失了，所以我们也便回归到了觉性、自性。而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对第二月的体悟之中，因为第二月便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一切好坏善恶。好，理解了以上这些见解呢，也许对我们的实修会有所帮助，至少见解上通透了。那在实修中，我们该如何回归觉性，如何实现时时刻刻的光明、喜悦、寂静呢？那便是从觉知入手。虽然说能觉与所觉同为一体，不存在独立的觉知，但觉知相对所觉却更加恒长和稳定。比如说，我们的情绪念头生灭起伏，变化无常，没有定数，但能觉却相对不变。任何时候，它都是光明而清楚的。哪怕我们的情绪糟糕到极点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情绪很糟。就算是喝醉酒的人，
他只是完全被所觉牵着走，但是他心里依旧是知道自己那个样子的，只是他惯性地选择了不受控制，完全随从了自己的习气、业力而已。再往远处说一点，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人工智能飞速发展，然而，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呢？便是人工智能即便再发达，也没有能觉，它的感情和思维可以细腻逼真地超过人类，但它并不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它无法觉知自己。所以从某种角度，能觉才是生命和非生命的本质区别。佛家所讲的有情生命和无情众生，表面的区别也就在能觉上。而从实修的角度，我们便是首先要体悟到能觉，再最终回归到那唯一的真相觉性。所以静坐作为一种帮助和方便之法，它让我们干扰比较小，让所觉的变化比较小，我们更容易体会到能觉。前面我们讲了静坐中的定怎么修习，起初的定就是让所觉稳定在一处，能觉只去觉那一处而已。有了这种起初的定力，我们便可以去进一步修习能觉，否则内心很容易被心理变化无常的所觉拉着跑。当然，这样的状况并不代表能觉消失了，如果没有当时的能觉，我们后来又怎么会知道之前想了些什么？所以觉知永远贯穿在一切所觉之中，并不存在没有觉知的时刻。即便是睡着了，深睡中仿佛没有了觉知，但觉性依然存在。所以我们醒来的那一刻，必然是瞬间知道自己从睡眠中醒来了，不会觉得自己没有睡，不会觉得和之前的体验是无缝衔接。而静坐中修觉，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稳定在清明的觉知之中，不曾忘记它。在静坐中修习觉知，并不是专门树立起来一个觉知，来去观察清楚自己的念头、情绪和生命体验，更不是要用觉知去观空、消除什么，这反而是弄反了。正确的做法是从静坐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好坏念头、感受中，去找到自己就是相对稳定的觉，这是一个找的过程，而不是刻意去观察、观空、改变什么的过程。所谓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什么是反？反就是返回，从正在发生的点滴念头感受中，返回到相对恒常的觉知上，再进一步从觉知返回到觉性上，这便是性成无上道。所以我们要先从点滴念头感受中返回觉知做起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静坐去练习觉，就是因为静坐中干扰少，念头感受拉扯的力度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那个所觉的拉扯力度比较大，我们定力不够就不容易反。所以不要觉得静坐很神秘，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宗教气息，只是一种轻松的方便法，是一种助缘，是帮你去看见自己是谁的。具体操作呢，还是和上面一样，在脊柱保持正直的前提下，放松坐下或者躺下都可以。为什么选择坐着？是为了不睡着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睡着，那就躺着去练习，只要足够放松，几乎不存在入睡困难的问题。有些人可能一静坐就想睡觉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这是个好兆头，因为这代表着他足够放松。还有一些人一静坐就紧张，或者他无法容忍自己无所事事，他想要抓住些什么，他心里期盼着改变，期盼着某种结果，这反而落入了所觉的念头、情绪，反而是一种障碍。所以说，练习静坐中的觉，放松是前提。在佛陀传中，佛陀为悟道前，他问自己的第一位老师静坐是什么？老师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，
静坐就是和你的烦恼坐在一起，这就代表着，在静坐中练习觉，便是和自己的任何一种烦恼、好的坏的念头、感受待在一起。不要去试图改变什么，也不要去观空什么，而是要做到从每一个正在发生的感受中，去找到觉知。在找到觉知的那一个瞬间，与之对应的那一念、那个情绪感受便会自动消散。觉知本有的清明、宁静，乃至喜悦会自然出现。我们想要的清净喜悦、烦恼解脱便会无求而得，因为那是我们本来面目的体现。在静坐练习觉时，我们的念头、情绪会不断的发生，而觉知始终贯穿其中。一念找到是一念的清净解脱，念念找到便是禅定。所以，我们不要说找不到觉知，这种找不到的感受依然有觉知在知道，否则是谁在知道自己找不到？就好像孙悟空，一个跟头10万8千里，有72般变化，却也始终逃不出如来的手掌。念头感受变化无常，天上地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智慧、愚痴、憎恨、担忧、期盼、嫉妒、烦恼，你的心无论怎么迷惑，也永远逃不出心本身的看见和觉知。这也便是唯识学所谓的自证分。心永远能证明，永远能知道自己所处的状态，无论自己喜不喜欢，好还是不好。所以静坐中修觉，仅仅是时时刻刻的找和返而已。时时刻刻的找，就相当于参禅了。禅宗所谓的移情，便是一种时时刻刻找自己是谁的移情。一念找到，便是一念的喜悦、清明、解脱，便是一念不空而自空。念念找到，便是念念之空，也是念念成就了本有的喜悦清明。总结起来，静坐中修觉，就是敞开心胸，毫不设防，让自己的一切念头、迷惑、烦恼自然生发，而自己的心在起初修的定中，不会被念头、情绪拉着跑，出现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评判，不抗拒，不追随。心在放松中又带着一份警惕，在每一念之中都能回到那个本就存在、本就清明的觉知上。然后在某一时刻，你便会发现，自己就是相对恒常的觉知本身，不是头脑中的记忆、念头，也不是生活中的琐碎，也不是对明天的担忧，不是某种智慧，也不是一切身心感受，只是一种光明、喜悦、寂静的存在，就好像一片寂静喜悦的光。唯一知道的，就是自己本有的光明、活力与满足。这就是《坛经》所谓的定慧等持，定慧不二。光明的觉知本身就是一种定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切变化中相对不变的觉，它恒常存在，它知晓正在发生的一切，并且本自喜悦、清明、宁静、圆满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